各位健康永驻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陈俊明。今天要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6年最新的国民旅游住宿补助方案真的来了。这次的规则是历年最简单、最直接的一次，没有复杂条款，不用拼概率，更不用全家强迫投，核心只有一句话：只要你选择在平日出发，并在同一家合法旅宿住满2晚，政府就直接帮您负担2000元房费。您没听错，是现折，结账时当场扣掉，就像用优惠券一样方便。最关键的是，这份福利不限年龄，只要您有身份证或健保卡，人人符合资格，个个有份。所以俊明今天这期节目就要当大家的旅游军师，手把手教各位怎么稳稳省下这笔钱。我还会透露几个内行人才知道的家庭接力省钱法，让您用最精明的规划，花最少预算，享受高品质的家庭旅行。节目开始前，请大家动动手指，在视频下方留言区打上"我要现折"4个字，让我们一起凝聚好运，把这笔旅游基金顺利拿到手，为辛苦了1年的自己和家人安排一个放松身心的美好假期，这比什么都值得。好了，最重要的信息已经先告诉大家了，各位心里应该有个底，也踏实了不少吧。接下来，俊明就要把这件事掰开揉碎了，好好跟各位聊透彻。我知道很多老朋友一听到政府补助这几个字，心情总是很复杂，可以说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期待什么呢？当然是能省则省啊！现在的200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去传统市场能买好几天的好菜好肉，缴家里的水电瓦斯费也能顶上1-2个月，实实在在是笔钱。但怕的又是什么呢？怕的就是申请流程太麻烦，要填一堆看不懂的表格，还要用手机拍这个传那个，搞得头昏脑胀，最后还可能因为一个小错误被退件。更怕的是忙活半天，最后发现是看得到，吃不到，名额早就被抢光了，白高兴一场。俊明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过去有些旅游补助的设计确实不够贴心，可能要先去网站登记抽签，抽中了还得在规定期限内用完，有时候为了配合补助日期和店家，不得不去住一些自己没那么喜欢的旅馆，或者去一些不那么想去的地方，算下来反而多花了钱，那真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但是俊明今天要郑重介绍的这款2026年平日住宿补助真的是非常佛心，简直像是为咱们这些喜欢清静、注重旅游品质的朋友量身打造的一样。它的核心设计理念就叫做平日分流。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呢？大家想想就明白了，就是为了避免所有人都挤在周末和节假日出门，导致高速公路变成大型停车场，风景区人挤人，玩一趟下来光看人头了，心情反而更累。所以政府这次特别聪明，把补助的火力全部集中在周日到周四这段平日时光，鼓励大家错峰出游。这样一来，咱们玩得舒服，景区和交通的压力也小了，真是双赢。那么具体的补助金额怎么算呢？规则简单到小学生都会算，只要您在周日到周四期间入住有参加活动的合法旅馆或民宿，第1晚政府就直接补助您800元。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一趟路这么远，想多待1天，那么只要您续住第2晚，政府就在大方加码，补助您1200元。咱们来做个简单的加法，800加上1200，是不是刚好就是2000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意味着什么呢？意思是，您只要规划一个3天2夜的平日小旅行，这趟旅程的住宿费，政府就直接帮您扛下了2000块。这真的不是一笔小钱啊。我们来算笔更实在的账，假设你选择一家平日房价2500元左右的优质饭店，本来住2晚需要5000元，现在直接扣掉2000元补助，您只需要实际支付3000元，这相当于直接打了6折。省下来的这2000元，您可以干嘛？可以全家一起去吃一顿丰盛无比的海鲜大餐，或者买很多当地的特色点心，名产回来送给亲朋好友，甚至拿来补贴这趟出门的油钱和过路费都绰绰有余。感觉整个旅行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心情自然就更好了。讲完了让大家心动的金额，接下来俊明要帮大家厘清几个最容易搞混也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谁可以申请。这部分您一定要听仔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您能不能帮全家人一起省到大钱。首先就是最多人问的，俊明啊，这个补助是不是只有我们老人家才能申请？像坐公交车刷敬老卡那样有年龄限制吗？错了，完全错了。
这次的补助是全龄适用的，覆盖了所有年龄段，不管您是已经退休的65岁乐龄族，还是正值壮年的30岁上班族，甚至是抱在怀里刚出生还没上户口的小婴儿，只要他是我们的一份子，持有身份证或健保卡，就通通拥有申请的资格。这对于计划带着孙子孙女一起出游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说，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俊明给您举个具体的例子，您听听看，这样有多划算？假设您和老伴加上儿子儿媳，还有2个可爱的小孙子，一家6口计划去台东进行一趟3天2夜的家庭旅行。因为人多，你们需要订3间双人房，要是放在以前的某些补助方案，可能限制很多，只有您自己那间房能折抵，儿子儿媳的房费还得原价支付。但这次完全不同，这3间房，第一间用您的身份证申请，直接折抵2000元；第2间用老伴的身份证申请，再折抵2000元；第3间用您儿子的身份证申请，又折抵2000元。这样加起来，这一趟家庭旅行，光是住宿费一项，就足足省下了6000元。6000块啊，各位朋友，这笔钱足够让全家人舒舒服服地吃上好几天的大餐，或者给孙子们买好多他们喜欢的玩具和故事书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家福补助，让一家人整整齐齐地享受优惠。不过，这里居民必须画上一条重点红线，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每一张身份证字号在这次整个活动期间内只能使用1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您这个月用您的名字申请了去花莲的2000元补助，那么政府的系统里就已经有了您的使用记录。下个月如果您又想去台南玩，就不能再用您的名字申请了，必须换用老伴的名字或者儿子儿媳的名字去申请。所以居民经常跟健康永驻社群里的朋友们说，这其实是一个需要动点脑筋的家庭策略游戏，您得好好规划，这次出行用谁的名额最划算。比如说，这个月春暖花开，先用爸爸妈妈的名字去宜兰玩一趟，下个月孙子放暑假了，再用儿子儿媳的名字去垦丁玩一趟，这样像接力赛一样，轮流使用家人的名额，就能把政府这份补助的效益发挥到最大，让全家一年里多享受好几次高品质的旅行。千万不要一次性的把全家人的额度都在同一个周末用掉，那样就太不划算，太浪费这份好福利了。搞清楚了补助金额和申请资格，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也最容易觉得头疼的环节了，到底该怎么申请？很多长辈朋友一听到要上网操作，要用手机上传文件，心里就打鼓，手也开始不听使唤了。别担心，居民完全明白大家的难处，我已经把这个流程简化成了最傻瓜、最容易上手的安心3步法。您只要跟着居民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我保证您一次就能成功，绝对不会在饭店柜台前被退件，弄得尴尬又扫兴。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找对饭店。居民要特别强调，并不是全台湾所有的旅馆、民宿、饭店都有参加这个活动哦，必须是合法登记，并且主动向政府报名参加本年度补助方案的业者才行。那我们要怎么知道想住的那家有没有参加呢？方法很简单，您可以上台湾旅宿网或者这次活动的官方专属网站，上面通常会有一个民众申请入口或者参与业者查询的专区，您只要输入您想去的县市、乡镇，比如南投县埔里镇，页面就会列出一长串符合条件的旅宿名单，上面会有详细的名字、电话和地址。居民强烈建议各位在最终决定要住哪一家之前，一定要先在这个官方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这才算数，才能保证您的补助权益。如果您觉得用电脑或手机上网查询比较困难，也没关系，居民教您一个更直接的办法，打电话直接拨打您心仪的那家饭店的订房专线，接通后第一句话就问：您好，请问你们有参加2026年的国旅平日住宿补助活动吗？如果对方肯定的回答有，我们饭店有参加，那您就可以放心进行下一步了。如果对方犹豫，或者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参加，那居民劝您就果断换一家查询，毕竟2000元的补助不是小数目，我们没必要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对吧？第二步是订房方式，这个环节里其实藏着不少陷阱，也是最多人不小心踩坑的地方，居民一定要在这里帮大家把坑填平，铺好路。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了用手机上的 APP 来订房，比如 OAGDA、Booking.com、Expedia 这些国际性的订房网站确实很方便，但是
请您一定要注意听俊明说，通常这类政府推出的补助方案是不适用通过这些国际订房网预订的房间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网站是外国公司，款项的支付和结算流程比较复杂，政府的补助系统无法直接和他们对接。如果您事先在这些网站上付了全款，到了饭店现场办理入住时，柜台人员很可能爱莫能助，只能很抱歉地告诉您，先生女士，因为您是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我们系统无法为您直接折抵政府的补助，那您不就白白损失了权益吗？所以，俊明教给大家最保险、最稳妥，保证不会出错的方法，就是回归最传统的方式，直接打电话到饭店订房。对，就是拿起话筒或手机，直接打到饭店的柜台。您可以这样说：您好，我想预订 X 月 X 日平日的房间，预计住2个晚上。我有看到政府有2000元的住宿补助，我想使用这个优惠来订房。这句话非常关键，一方面是在电话里再次确认这家饭店的参与资格，另一方面也是让接电话的服务人员在他们的电脑系统里提前为您备注好这位客人要使用政府补助。这样做就等于上了双保险。而且有些饭店因为您是直接向他们订房，帮他们省下了付给订房网站的佣金，一高兴还可能额外送您一些小福利，比如免费的早餐券，或者帮您的房间小声等一下，这不就是意外的惊喜吗？如果您还是习惯使用网络，觉得比较方便，也可以尝试上那家饭店自己的官方网站去预订，但一定要看清楚预订条款，通常官网直接预订也是可以配合申请补助的。第3步就是上传证件，这一步需要在您出发前，或者最晚在入住饭店的当天完成。您需要把您的身份证或健保卡的正面用手机拍一张清晰的照片，然后上传到活动官网的民众申请专区里。那个专区会有非常明确的指引，告诉您需要输入身份证字号、手机号码等基本信息，然后点选上传照片的按钮。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复杂，网站设计都会尽量人性化。当然，俊明也完全理解，如果有些朋友觉得眼睛老花，看不清楚屏幕，或者手指不太灵活，操作智能手机确实有困难，那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俊明再教您一个贴心小妙招，您可以在入住当天直接带着身份证正本到饭店柜台，找一位看起来亲切友善的服务人员，客气地对他说：小伙子、小姑娘，不好意思，阿姨伯伯对这个手机上传不太熟悉，可以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吗？现在的饭店服务人员都非常热心，而且他们为了顺利接待客人，完成生意，通常都非常乐意协助您。您只要把证件交给他，他在柜台内的电脑系统里操作几下，很快就能帮您完成资料登录和核对。确认无误之后，那2000元的补助金额就会直接从您的房费总额里扣除了，您只需要支付扣除后的余额即可，整个过程非常轻松。讲完了正规的申请流程，俊明还想跟各位分享几个只有旅游内行人才知道的省钱秘籍和避坑指南。这些可是俊明多年来东奔西跑积累下来的实战经验，今天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健康永驻的家人们。第一个秘籍是关于平日这个定义的细微差别。虽然补助方案统一叫平日补助，大原则是周日到周四算平日，周五、周六及法定假日算假日，但是每一家饭店，尤其是那些位于热门风景区的旅馆，对于平日的具体定义可能会有一点点自己的小调整。比如像日月潭、阿里山这样的1级热门景区，有些饭店可能会把周日晚上也算作假日房价，或者在寒暑假期间执行不同的平日、假日标准。甚至有些饭店虽然周五算假日价格，但为了吸引客人，会推出自己的周五优惠价来弥补。所以俊明才一再强调订房前那通确认电话的重要性。您一定要问清楚，请问我预定的 X 月 X 日周日和 X 月 X 日周一，在贵饭店的定义里，都算是可以适用补助的平日吗？2天都可以折抵吗？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稳稳地守住我们的荷包，避免到了现场才发生误会。第二个秘籍是关于环保旅店的加码优惠。现在很多县市政府为了推动环保、爱护地球，都会鼓励旅宿业者加入环保旅店的行列。如果您选择入住这类旅店，并且在入住时主动告知我，不需要一次性盥洗用品如牙刷、牙膏、小包装、洗发水等，有些饭店就会额外再给您一份优惠。这份优惠可能是房价再折价100到200元，
也可能是赠送您一份当地的特色小点心或纪念品。最重要的是，这个环保优惠是可以和国旅补助叠加使用的。我们来算算看，假设一家环保旅店的平日房价是3200元，首先扣掉国旅补助，比如第2晚的1200元，再扣掉环保优惠200元，最后您实际只需要支付1800元。这样一来，不仅省了钱，还为环保尽了一份心力，是不是感觉特别好，特别划算？在预订时，也可以顺口问一句，请问你们是环保旅店吗？如果我自己带洗漱用品，有没有额外的优惠呢？常常会有惊喜。当然，居民也要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像这种政府发钱的好事，通常都是有总预算上限的，池子里的水就这么多，舀完了就没了。这就是为什么往年有些旅游补助活动，原本说好要办到年底，结果可能9月份、10月份就突然宣布经费用罄，提前截止，让许多后面才计划的朋友措手不及。所以，居民给大家最衷心的建议就是4个字：先抢先赢。既然心里已经有了出游的念头，知道了这个好福利，那就赶快行动起来，把想住的饭店房间定下来，把假期安排好。特别是如果您计划在旅游旺季，比如春暖花开的3、4月，或者秋高气爽的10月、11月出门，那更要提前规划。热门饭店在平日也可能很抢手，千万不要等到电视新闻开始报道补助经费即将用毕的时候，才急急忙忙的想要出门。那时候，不仅心仪的饭店可能早已客满，而且为了硬要把补助用掉而仓促成行，旅游的品质肯定会大打折扣，这就失去放松的意义了。另外，提早订房在价格上通常也有优势，饭店给的早鸟价会比较漂亮，越接近入住日期，剩下的房间越少，价格往往越高，到时候就算扣掉2000元补助，可能也只是抵消了涨价的部分，实际的优惠感就没那么强烈了。另外，居民还要特别唠叨几句关于防诈骗的事情。俗话说，树大招风，只要有优惠、有补助的地方，就总会有没良心的诈骗集团想方设法的来钻空子，他们的良心真的都被狗吃了。最近居民就听到一些风声，说已经有人开始收到假冒的短信，内容写着：恭喜您已获得国旅补助2000元资格，请点击此链接领取款项，或者您的补助申请审核未通过，请点击链接补交资料等等。各位亲爱的老朋友，千万要提高警惕，不要点击任何来路不明的链接。居民上面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很清楚了。这个补助是入住现折，是您人到饭店，在柜台办理入住时直接抵扣房费的。政府绝对不会通过手机短信让您点击链接操作，更不会要求您去 ATM 提款机做任何解除分期付款或转账验证。也绝不会要求您先汇一笔保证金或手续费来保留名额。所有关于这个补助的正当操作只发生在2个地方：一是活动的官方网站，二是参与活动的旅宿业者柜台。只要看到任何让您输入银行账号、信用卡号、转账汇款的讯息，100%就是诈骗。如果您心里有丝毫怀疑，不确定收到的信息是真是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打电话给您预定的饭店确认，或者二话不说，直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求证。我们辛苦攒下的养老钱、血汗钱，可绝对不能因为一时贪图方便或小便宜，就糊里糊涂的送到了骗子的手里，那才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啊，居民想跟健康永驻的所有好朋友们聊聊心里话，说说我们为什么要鼓励自己平日出游以及旅行这件事，对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来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子女，真的是省吃俭用，牺牲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和享受。现在年纪渐长，孩子们也大多成家立业了，正是我们应该好好善待自己，享受生活的时候。政府推出这个补助，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鼓励大家多出去走走，看看我们美丽的宝岛。您想想看，平日去那些风景名胜区，有多么舒服自在，没有汹涌的人潮，不用在厕所门口大排长龙，拍照时背景是干净的山水，而不是密密麻麻的陌生人。去有名的餐厅吃饭，也可能随时有位子，不用苦等。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慢慢的走，细细的看，真正的放松心情，享受那份难得的宁静与惬意。居民常说，钱存在银行里只是一个越来越扁的数字，但把钱花在让自己快乐、创造美好回忆的事情上，那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
温暖的财富。趁着现在我们腿脚还算利索，趁着政府有这么好的补助政策，真的应该赶快把旅行计划提上日程。别忘了，这次补助是不分年龄的，它也是一个绝佳的家庭粘合剂。如果您觉得一个人出门有点孤单，或者不太方便，那就简单了，直接把剧名这期节目分享给您的儿子、女儿、媳妇、女婿看，然后跟他们说，你看，剧名老师都说了，现在带爸爸妈妈平日出去玩，住宿能省2000块呢，不用抽签，名额有限，我们找个时间，请个假一起去吧。这其实也是给了孩子们一个表达孝心、带您出门玩的完美理由和动力。全家人开开心心共乘一辆车，去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住上2晚，白天一起游玩，晚上在饭店房间里泡茶聊天，分享零食，拍几张笑容满意的全家福。这种天伦之乐和共享的温馨回忆，远比任何贵重的礼物都要珍贵得多。这不正是我们晚年所追求的最简单也最幸福的时刻吗？今天关于2026国旅平日现折2000元的攻略就分享到这里。整期节目都是俊明用心准备的干货，建议您先收藏，预定前再复习一遍安心3步法，顺利把补助省到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欢迎在视频下方点赞，您的支持是对俊明最大的鼓励。也请订阅健康永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健康资讯、旅游优惠和福利消息。心动不如行动，今天就打电话给您心仪的温泉旅馆或海景民宿，确认是否参与补助，定下属于您的平日美好时光。也请到留言区打出我要现折，让我们一起把出游计划变成行动。我是陈俊明，下期健康永驻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旅途平安，收获美好回忆，下次见，拜拜。